近期楼市惊现多起骗贷案，而且范围之广涉及全国各地，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受害者轻则背债数十万，重则一生被毁，教训惨痛。为了防止身边人中招，下面我借一个发生在吉林的真实案例帮大家解读骗局。故事是从李阳去网吧上网开始的。某天李阳认识了一个出手阔绰的大哥，这大哥每天请20多个大学生上网，有时候还请他们去唱 K， 一晚上消费上万元。在穷酸学生的眼里，这大哥就是神仙，宝马奔驰换着开，要钱有钱，要地位有地位，对其听之任之。突然有一天，大哥说想买房需要别人代持，1年以后转走，首付款和房贷都由他来还。李阳寻思，自己1分钱不掏，代持还能卖个人情，万一毕业了找工作还能让大哥帮帮忙。就这样，李阳被带到银行签了很多合同，很快房子到了李阳名下，一切正常。此后1年内，房子基本都是按时还款。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故事哦。直到今年1月份，房贷没人还，也没有人来把这套房转走，每天银行打来一堆电话要求还贷，李阳才知道被骗了，背上了50多万的房贷。大哥电话打不通，报警都找不到，这才慌了。后来李阳一打听，不只是他被骗，同一个网吧20多个大学生一半都被骗了，整体金额近1000万。面对他们的，要么家里凑钱把钱还上，要么年纪轻轻被拉入黑名单，成为债鬼，连工作都找不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房子是李阳的，首付款和近1年的房贷都是由大哥支付，这些骗子怎么赚钱呢？答案就是在银行。理论上，大学生是不能贷款买房的，但银行有人帮他做了流水证明，同时又对交易住房进行高评高贷。比如这套房30万，这时候银行通过操作评估价80万，那么抛去2成首付16万，这时候李阳就能从银行贷款64多万。大哥拿到钱后，抛去房价1年还贷的钱和李阳5000块钱辛苦费，剩下接近30万，就是纯利润。纯利润由3家均分，负责钓鱼的大哥10万，负责联系房源做交易的中介10万，负责在银行做假资格和高评高贷的10万。而且为了利润最大化，大哥把房子拿到手以后还对外出租，获取租金收益。如果遇到比较听话的鱼，大哥还通过房本抵押，让其背上装修贷、消费贷，挂上空壳公司，还能背经营贷，直到把所有价值都榨干为止。据统计，这个3人骗贷小团队1年获利近500万元，比什么高利贷可赚钱多了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关键环节为什么出现在银行？作为金融机构，难道没有防范意识吗？听银行的朋友说，主要是现在银行贷款贷不出去，存贷利率又一直降，压力太大，所以做高评高贷和假流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而且只要房贷还款超过1年，就不会视为恶意套现，上面就不会派人来检查。而至于以后负债人是否会断供，关注人的不多，因为这2年断供的人实在太多了。过去买房人压力大，想跟银行协商展期，但银行态度那叫一个强硬，一旦延期还款，立马不良记录进征信，并且马上拍卖你的房子。而2020年之后，很多买房人不仅房价跌没了，工作也没了，无法承担月供，就只能断供。银行朋友跟我说，今年大多数银行态度都在180度大转弯，开始和欠款人协商展期，并且免违约金、免罚息，只希望给借款人喘息的机会，千万不要放弃还款。有的展期6个月，有的展期1年，有的可展期到期以后，如果借款人依旧无法还款，于是银行又继续给展期。因为房子即使法拍都没人要，价格太低了，而给负债人延期，还有机会争取到继续还贷，这就给了银行职工便利，有机会跟外面的人联合骗贷，而且零首付，
不限购的流行让骗贷成本大大降低。二手房东想解套，房屋中介想卖房，银行员工要完成房贷指标，可谓珠联璧合。当然不只是二手房，现在有很多开发商卖不出去房也在偷摸骗贷。在广东某地，有新楼盘18层的房子卖出50套，其中有35套断供，事发后开发商才被该银行拉入黑名单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市场还为此催生出了一个新职业，叫做职业负债人。很多人被骗背债是不知道情况，但这些人明明知道要被骗，还专门往进跳，当然目的也是为了赚钱。一般这种人也是走投无路，老婆孩子生病急用钱，或者自己做生意破产了，用信誉换救命钱。但也可能遭遇黑吃黑。比如有一个姓吴的人说自己父母癌症住院，投资生意失败，结果有贷款中介联系他背债，称可以赚80万，结果贷款下来比预期低，能瓜分的只有25万。起初中介收了17万，吴收了8万，但涉及的中介有3人，其中一位没拿到钱，结果扣下了吴的房产证和银行卡等证件，要求再转20万，还要求吴必须接着办其他贷款，再从银行套钱。真的是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说起房地产骗局，就不得不说许家印，负债2.44万亿，162万套烂尾楼。许家印到底干了什么？当老百姓拿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，跑去购买恒大集团的房子时，本以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住进新房子里边了，结果到了本该住进去的时候，却迟迟没有任何动静。当这些业主想要去维权的时候，最后听到的却是恒大集团破产的消息。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仅没办法住进自己的房子里边，投入到里边的这些钱很有可能还直接被恒大集团给坑了。看到自己的房子成为烂尾楼之后，这些购买的人一个个都濒临崩溃，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。野心实在过大，妄想一步登天。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购买恒大集团的房子，自然也和许家印有关。觉得他作为一个坐拥千亿财富的首富，肯定是不可能干坑蒙拐骗的事情。思考再三之后，还是把钱给交到了许家印的手中。那时候的许家印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眼中，对于这些购买自己房子的人，许家印是完全不会考虑他们的想法的。他的野心非常的大，他总觉得自己在房地产领域做成功之后，在其他领域想要闯成功的话，肯定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所以恒大在他的带领之下，就朝着各行各业开始进军了。但其实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就已经非常的错误了。一个企业能够在一领域做强大，并不代表他在其他领域也能做强大。毕竟在这之前并不知道其他领域的水有多深，而且也不知道里边的规则是怎样的。但许家印完全就不理会，在他看来的话，自己就是一个妥妥的人才，干哪一行都绝对会成功。只要瞅准一些项目，就开始疯狂地往里边砸钱。这其实也和一个人非常的相似，那就是当年的李亚鹏。那时候的李亚鹏野心也非常的大，总觉得自己在刚毕业的时候就赚到了人生当中一笔不少的收入。他觉得自己在多个领域都能赚到钱，就开始疯狂地往其他项目里边砸钱。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把自己之前赚到的这些钱全都亏出去了，都还不说。面对妻子给自己的钱，李亚鹏也一分都没有留住。刚开始的王菲还是非常理解丈夫的，觉得投资失败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毕竟不可能各行各业的投资都会成功。但后来看到李亚鹏始终执迷不悟，明明都已经把钱全都投错了地方，还想着疯狂的砸钱，最终王菲也对李亚鹏彻底失望了。现在来看的话，李亚鹏其实和当年的许家印是一样的，就是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只想着疯狂的砸钱。如果李亚鹏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很有可能发生在许家印身上的事情也会在他的身上上演。他的楼市看似辉煌，实为废墟。
2016年的时候，圈内很多懂行的人就已经知道，恒大的那种强大只停留在表面了。那时候他们就警告过那些想要在恒大买房的这些消费者，让他们一定要三思。恒大很有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濒临破产了，只不过对于这些懂行人所说的话，当时有很多消费者是完全听不进去的。在这些消费者看来的话，恒大早就已经是房地产领域的领头老大了，怎么可能会出现破产？但其实只有许家印自己知道，当时经济已经非常的严峻了，资金压根就周转不过来，而这一切全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没办法的他也只能开启疯狂借钱的模式，这里借到的钱就用来弥补另外那个地方的资金，而接下来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资金空缺的时候，他又想着不断投资的方式，觉得只要投资就可以让自己有盈利。但其实其他领域一直处于亏本的状态，这就导致房地产行业被冲垮的概率也大大的增加。而且那时候的许家印完全就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很多投入的领域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盈利的。我们就拿那个歌舞团来说，据说每一年歌舞团需要花费的钱就达到了1个亿，而这1个亿全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，但是在许家印的眼里却成为了自己逍遥快活的资本。而且202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让他瞬间崩溃了，那就是国家针对借贷这件事情进行了新方面的规定。之所以国家会这样做，也是为了避免一些有心之人总想着钻国家借贷的空子，然后借东墙来补西墙。看到借贷新规定出来之后，恒大也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挺不了多久了。他们借到的这些钱完全就没有还过，再加上这些借款也是有利息的，光是这2笔支出就已经让许家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但这时候的他总觉得自己还有可能东山再起，这也不禁让人好奇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许家印能够有着常人所不能拥有的自信？毕竟如果换作是其他人的话，当一个领域不断的亏钱时，自然会放弃对这个领域的研究。但在许家印看来的话，亏钱只是开始，刚开始都是要亏钱，后来才能赚到钱。之所以他会有这种盲目自信，那也和他在商业方面的天赋有着一定的关系。他的家庭条件其实并不是很好，出生于农村地区，从小就只能和父亲相依为命。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。许家印的父亲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每个月都要不少的药物支出，而且还是一个残疾人。这时候的许家印就知道别人能靠父母走向成功，但自己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了。不过他并没有责怪自己的父亲，而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善父亲的状况。这时他的商业天赋也发挥了出来，但许家印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商业天赋确实帮自己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。但也正是因为过早的拥有商业天赋，所以才让他在一个领域就算是赚到钱都一直吃不饱。野心过大并非好事。许家印刚开始能够走向成功，其实也和当时的环境有关。他在国家刚好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，就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学生，而国家这时候恰好是正需要大学生的时候。后来由于许家印的表现非常的突出，还成功去到了一家钢铁厂里边。在许家印看来的话，虽说自己在钢铁厂里边的工作也稳定，而且收入也比其他人乐观许多，但他却觉得这个工作永远只能拿着死工资。他始终觉得未来会有更多的竞争行业出现，如果一直待在这个领域的话，自己是永远不可能会吃到时代红利的。他决定去到深圳地区发展。来到深圳地区后，他的那种商业头脑就已经给老板带来了不少的收入。老板对许家印这样的人才自然也是赞不绝口的。但很显然，他想要的并不是老板的认可，而是老板口袋里的钱。看到许家印确实是一颗好苗子之后，老板也没有吝啬，直接给了他2000万。当然，这也是他用自己身份贷下来的债务。这时候
许家印朝着房地产领域走了过去。他始终觉得房地产领域未来绝对能够爆火，因为会有很多的人来到城市里边购买房子。事实证明还真的如此，这2000万的贷款没过多久就直接被还清了。这也让老板觉得他的眼光实在是太独特了。有了第一笔钱之后，许家印就知道自己不要给别人打工了，而是要自己转身当老板。有着这样的商业头脑，自然也让他赚到的钱变得越来越大，很快就打造出来了一个了不起的商业帝国。当时的这些楼盘压根不需要和其他楼盘一样进行宣传，只要一出现，绝对被疯狂地买掉了。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许家印拿到这笔钱并没有去做建设，而是想要去投资其他领域。最后的结局就是投资其他领域失败了。许家印本想着卷土重来，把所有的心思先放到房地产领域，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房地产在这一年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。新冠疫情的出现了，恒大负债金额瞬间达到 2.44 万亿，这确实也打了许家印一个措手不及。现在来看的话，他想要打造的商业帝国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的。和他来比的话，还有一些人更加的痛苦。162万套烂尾楼，大约162万的家庭濒临崩溃。他们本以为自己把大半生的积蓄压到恒大集团，肯定不会读错。毕竟这个企业非常的有名气，但最终换来的却是烂尾楼。只能说许家印的野心不仅害了自己，还害了很多的消费者。你觉得在如今的环境还可以买房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故事哦。再会。